包括产业分析或者是公司面临的挑战，在 AI 的这些挑战都是同样的道理。他们认为10%是跟运算力有关系，它有10%跟演算法有关系，20%跟技术跟数据有关系，但是剩下多少？剩下还有70%，最主要是70%是人，无人载具的部分。那现在来讲，地缘政治一打出来之后，很多是非红供应链。那我就可以看得出来，从非红供应链转之后，变成是就回到以前的亚洲的四小龙的手上吧，啊，那这一些这种新的，只要牵涉到有一些硬体制造，还是亚洲四小龙很厉害。各位理财小时候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新同学吴安琪，就是前一阵子因为被裁员，所以被大家知道的那一个吴安琪。被裁员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就有时间来跟大家一起上课。今天我们的课呢，小白看产业，今天第1堂课请到的是台湾亚太产业分析专业协进会的理事长 Jeff 林昭宪。Jeff 你好，谢谢你。是这个名称非常长哦，大家可能刚刚听的有一点不飒飒。其实 Jeff 另外还有一个头衔是之前工研院产科国际所的所长，那就是为大家作育无数产业分析因材的一位老师。那今天非常开心的就是呢，就我知道工研院，可能大家最近在台积电热潮之中知道，当年台积电在成立之前，就是当时的这个孙运璇先生请工研院做研究报告，然后研究报告提到行政院，后来就推动了台积电。结果现在我们小老百姓也可以跟着一起来看这些分析了哦。是的，我这个小白的眼光来看，我们就现在反正想要赚钱的话，会买基金啊，会买股票啊，然后那些好的坏的啦，我们就交给基金经理人，交给投顾分析师去看就好了。我们小老百姓为什么需要了解产业？为什么需要看产业呢？好，首先哈，就是刚刚您提到工研院的前身嘛，真的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也是因为有许多国际的这些科学家跟工程师，当初接受政府的这个号召哈，一起回来集思广益。那由他们来协助看清楚整个世界科技跟产业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所以提出来要做工研院，由工研院来做半导体。所以这也是透过，就像当然我们现在是后人乘凉的时候，这当初也是一个从基于对产业跟科技的一个前瞻的分析所定下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当大家现在在享受台积电的光环，甚至于因为这样子而赚钱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更要知道一个很前瞻的一个产业分析跟技术的前瞻的一个分析所制定的政策或者是制定的一个策略方向是如此的重要。产业预测分析这个没有办法完全取代塔罗牌，也没有办法完全取代算命先生了哈。但是我们尝试的是有的时候我们说预测未来，并不是要预测它精准到哪一点，而是要预测它往什么方向，以及它后面的逻辑。那在走的过程当中，逻辑有改变，那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调整。讲好处的时候来讲，就是说至少你要知道你那个公园大概是什么方向，你可能还不知道公园在哪里。另外一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有很多叫做很明显的误区或很明显的灾区，你透过这个方式，你可以至少避开一些。也就是说，你纵使看不准，不是那么精准，但是你至少你成功的比例就要比别人高。这是在做产业分析上面，我说见树见林，以及了解这个逻辑很重要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也会提，我再度强调，我们不谈股价，但是当这个台湾跟全世界的环境里面，现在发觉我们有的时候就看到打扫的阿姨躲在楼梯间都在看股票的时候来讲的话，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在挣到钱的过程当中，历史上面也不断的一个重演。当然我就提一个叫乐透理论好了。我们都知道乐透中奖的人，全世界的统计资料都发觉3年之后他可能比他中奖之前更穷。好，也就他的概念就是说，你可以挣钱，但是当你不知道怎么挣钱的时候，你下一次就以为自己就是投资专家，或者是你就是幸运之王，所以你就更大胆的去做一些超越你所预计的一些风险的事情，所以就有可能会让你遭受损失。那所以我们看了这些做产业分析上面来讲，要具有前瞻，又具有回顾，又具有知道生态。所以我谈的就是说，很多的逻辑，或者是现在大家流行的第一性原则上面来讲的话，它是有机会可循，让我们先不说你就是能够算命算出来是怎么样的，但是至少先把你可能的风险多避开一些。我再度强调，就是让这个成功的几率更高一些。好。刚刚讲到乐透，我们现在台湾突然在全球的 AI 产业当中变得这么重要，应该不是一个单纯中乐透的事情。当然不是。我不是在比喻说台湾现在是乐透，我只是说个人成功的。小白来说是觉得好像中乐透，怎么突然就长成这个样子？应该其实是累积很多啦。台湾到底是有哪一些 AI 的东西？好，那个其实很多听众说不定对这个问题也都有很深入的了解哈。我就举个例子，因为我们之前担任政府的智库，有的时候跟经济部部长在开会的时候，他就经常说，全世界有哪个经济部部长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半导体跟 AI？ 好。然后我在他当初真的他觉得真的很忙很累，然后我跟他讲说，部长，那个全世界有哪个部长那个不羡慕你现在在台湾有这么多半导体跟 AI 可以让你去研究的？这就是代表台湾现在站在一个历史上面的一个契机，我们应该又很骄傲，但是又应该不自傲的一个时间。我先谈一下 AI， 我们现在强的地方来讲的话，是属于硬体的部分，软体的部分台湾并不强，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美国甚至欧洲，甚至在亚洲地区，还有些国家在不同的软体的部分也都有他们的优势。好，那硬体的部分我们强的，事实上面你看整个产业链，你从设备还有材料。你看设备，大家都知道，现在台湾都知道什么叫做 ASML， 什么叫光刻机，对不对？这个纵使不知道那 exactly 在做什么，但是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大概都会知道。但是这个是国外的，我们的原材料有很多还是在美国跟日本 ，ASM 是荷兰的公司。OK， 那我台积电来讲的话，它是做的是 foundry， 你就想说我在生产制造，那前端来讲，除了有设备之外，你还要有设计，你就像盖一个房子一样，有 IC design， 就那个叫联发科，台湾也有，但是 IC design 台湾是在全世界第2名，那不是第1名，而且我们离第1名还很远，美国是第1名，所以从 IC design 这是比较高附加价值，像 NVIDIA 它不用有工厂，它依赖台湾做工厂，它只要去做 design。所以这就回到我们刚刚一直跟听众、跟观众、跟同学们强调的，就是要了解产业的趋势，免得去当那个在股市里头、在金融市场里头接刀的人。那不过刚刚讲到供需，我们的生活里头在高科技之外，其实有一些不那么高科技的，所以Jeff， 你们会觉得我们也需要去关注那些东西嘛？对，台湾在这方面其实也还是是，我觉得你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哈。这句话就是我们说，有高科技产业里面有传统产业，传统产业里面也有高科技。
公司。所以我谈的地方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全世界知名的顾问公司，也是我以前的老东家，是 BCG 波士顿管理顾问公司。他们最近也做一些系列的一些研究，就研究可能全世界，比如说这个 AI 的这个趋势的一些应用。对他来讲，他当然也在研究一些 AI 的公司，但是也研究了很多传统产业怎么去运用 AI 啊。他们就按照他们的叫做 deploy， 他们的布局运用啊，就使用 AI， 到一直他们叫做 reshape。就是用 AI 如何是加值，让它去重塑它整个企业。运用就是我反正每个人用 Cloud 或者是用这个 ChatGPT 这个应用。reshape 的部分来讲，你是不是把它真的带进去你整个的思维的作业的流程，到你是不是他们叫 invent， 他们有一些创新，是把它变成是一个新的竞争的模式跟竞争的一个优势这个从这个3个角度去评估各个企业的一些应用的方式。这里面它基本上它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越是很多的传统企业，台湾有很多很优秀的，我们叫隐形冠军那甚至有些是不管他们是有没有上市柜的公司，他们现在也都在积极在探索。好处是这个时代你要寻找 AI 的应用，已经不像以前这样子要投资很多。当然你要投资很多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你从你的入门的门槛你要去接触，比如说 Deploy 刚开始做运用的这些地方，很多是免费，甚至于付一点费用就可以了。台湾的企业的，特别是有一些年轻人上面的，比如说2代、3代，或者是他们开始接触，甚至有些他们的这些经理人，就是所谓的数字元年的说是他们拥抱这些事情是很快。他们做的东西可能是传统产业甚至于我有些在做咖啡的，我是咖啡的热爱者那个有些做咖啡的，他们一直在思考我怎么用 AI 来改善我的本来那么多的劳力密集的事情，并不是说冲突，而是我在挑选咖啡豆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我以后的作业流程，我怎么去优化，我怎么去预测我的消费者，我怎么去精准营销。那台湾有一些公司做 marketing automation，就像有一个新创公司 Bibit，他们开始帮助电商跟银行如何用 AI 来讲更精准的做市场的营销的工具。这个李长荣化工，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他就原本大家想说化工产业是传统产业，但是他们比如董事长他自己2个女儿就都是 AI 的博士，都是史丹佛大学的 AI 的博士，他自己也对 AI 很感兴趣，也投资了很多。他们就把它回到他的传统产业，怎么样在所有的运营的步骤里面去把它 AI 化，来减少这些人工，而且减少事先侦测很多风险或错误。这个就是传统产业可以去突破跟新生的地方。传统产业也还是有春天，传统产业里面也有高科技公司。传统产业可以靠 AI 靠高科技可以再有新的发展，那大家就不要小看传统产业。而且就投资人来说，应该听 Jeff 这样讲，感觉放心很多，就是不会因为某个山被人家这样子挖好像就不行了。其实我们这个整个的基础很结实。那最后就是要跟 Jeff 请教一下，是我们制作人你这个题目，如何养成产业眼光？哇，这个好大的题目。对，他这边有你说，就是是不是有什么指标，或者是我们每天看那么多的资讯，那么多的新闻，有没有什么东西 Jeff 你觉得是一定要看一定要注意的？对，包括产业分析或者是公司面临的挑战，在 AI 的这些挑战都是同样的道理。他们认为10%是跟运算力有关系，它有10%跟演算法有关系，20%跟技术跟数据有关系，但是剩下多少？剩下还有70%，最主要是70%是人。好，我们都以为就是说，任何科技公司上面
来讲的话，永远就是说我要永远有最好的算力啊等等，这些东西是你的工具。我们现在最需要被 transform 的企业里面需要被 transform 的是这里面的人。我们在产业分析上面最需要被 transform 的是自己的 mindset。当你有用不同的问法，你会问出不同的东西。所以你自己如果没有培养出正确的观念跟工具，他给你的东西很快，也可能很周全，但是是因为你前提就错了。所以这个是你自己的这些专业素养的判断、价值能力的判断，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对于一些就是大家会有兴趣的一种是可以接触专业的分析工具、理论的工具，这个是属于技术型的啊，上网也都可以看得到，有不同的机构也都可以有一些培训。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永远就去思考，就是我们都经常就很多事情都是 go back to basic。今天不管是一个新闻，或者是不管是任何一个产业的趋势，甚至一些股票上面的个别公司股票上表现，我说我们都还是回过头来去思考，在我们的分析架构拿什么东西来协助我们冷静客观看它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会认为我再回到这些工具跟方法跟专业协助的一种，就是改变了70%的 mindset。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最早提到，就是提高我们的胜率。好，这避免少踩一些很明显的误区，这样。刚刚多少有讲到，像刚刚讲到的能源啊、量子啊这些的，对。所以台湾未来在 AI 之外，能有3个可能可以发展的，或者其实已经默默在发展，或者是其实很有潜力的3个产业方向。其实安琪有提到，就是说我谈一些，就是说台湾已经默默上面来讲的话，在目前产业趋势或者是台湾自己的布局上面，我觉得有机会有竞争能力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称之为无人载具的部分，这个太专有名词，你就想无人机啦。台湾以前很多企业事实上是有能力去做，但是以前中国在这个产业链上面，他们又便宜，对，好，技术上突破也多。但现在来讲，地缘政治一打出来之后，很多是非红供应链。那我就可以看得出来，从非红供应链转之后，变成是就回到以前的亚洲的4小龙的手上了啊。那这一些这种新的，只要牵涉到有一些硬体制造，还是亚洲四小龙很厉害。所以这个台湾是还有机会的，台湾不会因为说中国大陆已经发展的那么厉害了。就说你知道碰到有非红供应链的领域，比如说跟主权、跟国防，或者是跟机敏这些地方来讲，就很好。你如果是民用地方就不见得，而且民用反正现在你要做的都是毛3到4啊。就是说你其他的民用，我谈的是如果是红海市场来讲的话，那所以你开始做的一些这些领域，对台湾来讲的话，那台湾说实话，在以前上面来讲，这种研发比较少，但是我刚才讲的，台湾最强的就是我们的敏捷性跟我们的这个产业链，所以就很快我们可以团队重组完之后。那有些是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电子业的老大哥，有些可能是新创产业，大家这个 cluster 开始去做，也一起去做。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对我们来讲的话，新加坡当然有他们的优势。那从它的腹地上面来讲的话，没有像台湾、日本、韩国那的这么大，所以这个他们可能在这些领域上面，在软体或者是 AI 脑袋那部分，他们有做比较好的一些研究。日本跟韩国也很强，但日本上面来讲的话，跟目前在这些领域上面，他们也很依赖跟台湾的合作。为什么？我们的速度比他们快。好，所以因为这个日本的职人精神，在有些事情上面，他们也希望跟台湾的一个冲击完之后，所以跟
所以你可以说我们跟日本是既竞争又合作，而且合作的机会我认为很大。韩国可能是竞争比较多，但韩国我谈的它比较是一个大的财阀，一个大的公司，甚至于透过兼并收购来讲做的东西，所以他习惯在一个公司体系就是底下去做事情，所以有优点，但有缺点，就是有时候也会比较僵化，就是大企业病。台湾我刚才讲这个产业聚落，在这个领域上面来讲的话，也是有我们的特殊点。那 again 这个也不是一人的江湖，但台湾在这些领域上，我认为是有优势的。政府也开始有许多的这个一些计划放在这上面。在台湾除了跟在国际上竞争，有时候也是要有一个好的产业政策跟好的资源的分配，让这些东西从核心技术的研发，而不只是单纯生产制造，从源头开始去掌握起来。所以这个是值得关注的。这个是无人载具，还是可以拓展到整个非红供应链？对，我觉得是非红供应链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契机。好，第二个领域是我一直我以前在工研院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量子的疯狂粉丝。好，去年刚好是量子发现的100周年。那我觉得量子的部分来讲的话，它是 AI 已经很厉害了，量子不会取代 AI， 但是它会帮 AI 加上 turbo。好，所以比如说，我就举例讲，量子的因式计算法，它对一些解密的功能很强，所以包括 DNA 的解密，就是说为什么药厂都要用量子？OK， 它就是对 DNA 上面的排序的一些测算，好，这个非常厉害。好，它虽然不能告诉你说我新药要怎么样去开发就可以治疗这个癌症，但是它会让你把，比如说70%的不可能，先用量子运算把它算出来，你就着重，你时间就是放那个在剩下的20-30% 比较高胜率的高机会的地方去做研发，所以你的研发的成本跟研发的速度就可以去降低。那所以在这当中，台湾的机会是可以生产做量子运算的设备，还是量子运算的应用？台湾在量子的部分来讲的话，当然中研院跟一些学校上面都有一些突破，它相对是一些特色。那在科技上面，我先不着重在个别的科技上面，但是整体来讲，台湾在前瞻科研合作上面，如果从论文跟诺贝尔得主上面来讲的话，台湾当然是弱势啦。但是台湾在这部分来讲，也可能在一些特别的科技的题材上面，可能就会个别突破，我觉得假以时日。但是在全球上面来讲，在做量子，不管是从资金技术上面来讲的话，欧美先进国家都很厉害，各有各的突破，包括日本、美国啦、欧洲，甚至一些小的国家，芬兰啦，也都很厉害。那这个地方事实上是有一些，但是很多东西还在实验室等级。台湾擅长的就是，我们可能重视 fundamental research， 就像我们没有发明电脑嘛，但是台湾以前是电脑王国嘛，对不对？台湾没有发明 AI 嘛，那我们在一群 AI， 在 AI 的这个潮流之下，我们找到我们的定位去做服务嘛。我觉得量子的部分也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但是台湾本身的这个 cluster 上面来讲的话，特别是跟民主国家的合作，他们需要一个又信赖的过，又可以在技术上可以沟通，又可以反应速度够快的这种敏捷型的可信任的合作伙伴，台湾在这个时候来讲也是恭逢其时。您可能要再问第三个点，另外一个就是台湾来讲的话，其实以前来讲，在还没有半导体之前，现在最优秀的人可能去做半导体，那台湾以前最优秀的人是去做什么？我谈的是读书最好了，不叫最优秀，这个措辞。以前是医生。好，那医疗行业现在是传统行业。对不对？劳力密集行业是辛苦行业他们虽然没有到茅山道士，但是也是很辛苦，对不对？但是我们培养出来一群很棒的医疗服务人员，
那他们现在正遇到一些挑战。但是台湾的包括过程当中，所有民主国家里面最完整的医疗的数据，因为透过健保的关系，台湾是拥有最完整的内容。OK， 那这里面其实在包括 AI 时代来讲，大家都知道这本身是一个重要的资产。台湾如何结合，不管是现在的，就是说以产业的应用的角度，我觉得医疗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很大的赛道、很大的市场。它如何加 AI， 为了如何加量子，这个都是台湾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机会。所以这个地方我也会觉得，就是说，可能我也会认为台湾指日可待的一个领域。那谢谢 Jeff 今天没有这样子2-3下把我打出去。没有，谢谢你。也欢迎同学继续跟我们一起学习。今天是我们小白看产业的第一课，以后 Jeff 还有他的很厉害的同僚们都会来帮大家上课。很乐意，谢谢，感谢，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那还要继续收看，是要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下次再见，谢谢。